买这个4个牛肉包子。 4个牛肉8块。好。绿豆沙是多少？是2块是吧？哎。2块。哎，老板，给我来碗米线吧，就那个花米线就行。花米线是啥东西？哦，双拼的。好，点对了。哎呀，这都说这个吃当地这红包子啊，得配海带汤，咱没找着海带汤啊。但是这个绿豆沙，在武汉吃油饼加烧麦配的是绿豆沙，花米线啊，里面是牛肉加肥肠。哎呦，这一口啊！米线是忍的啊，红油是呛的。这个谁家好人啊？这包子是红色的。我就看着包子。同志们，这一口啊，就这一口红油包子，然后到宜昌了。宜昌这红油包子，说这个老面发酵，完了之后呢，牛肉馅的，但是加辣椒。这口包子馅儿大皮儿鲜，这里面这个姜啊，姜和葱的这个味儿特别爽，又是红油，入口之后香。哎呦，不是你这跟交通事故似的。哎呀，这一口咬下去啊，这包子是在呐喊啊，还嗷嗷的。然后咬的时候这一口，你得慢慢嘬着点，然后嘬出一口油来，辣你一下，完了之后再咽下去。知道了你是在吃包子，不知道就刚才那一刹那，我以为都跟杀鸡似的。就这包子没好辣气儿的，你说爽吗？是爽。你说疼吗？是真疼。两头都在疼。吃完这个包子，咱干点正事儿，带大家去江边，看看这边的长江什么样。长江吃饭故事啊。就这样没好辣气儿的开始了。咱就说这长江吃饭故事啊，开到宜昌，那基本上长江就要到中游了。走出重庆啊，本来以为可以不那么辣了，但事实上是到了这边，你这一口吃下来，你会发现它只是不那么麻了，但是这个辣呀，好家伙！那反正就再给我拿个绿豆沙吧。笑死我受不了了。牛妹妹，原来这个峡，这个三峡大坝没建之前，这边什么样？这边反正也就是这一坨一坨的山。过去这边经常淹吗？对，就水涨的，它就往这边来，淹到那个西宁2路，淹到这里。都淹到路上去。对。淹到路上，现在又泄洪，不用淹了。对，你们这时候下去过西宁桥，西宁桥下去过莲坨桥，莲坨桥就是过前面就是山下人家。好了。
我们面前的这座水坝就是三峡大坝，它上连巫山、秭归，下连宜昌、荆州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，也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。其实早在1919年，孙中山先生就提出过建设三峡大坝的构想，但是真正有条件动工已经到了1994年，实际全面投入运营则是2012年。三峡大坝是咱们中国人在根除千年水患、寻求清洁能源以及提升航运能力等方面做出的重大实践。再往上走，那方向就是我们上一集拍的重庆和中线。你现在从重庆坐船过来，有这个5天4晚的游船，5天4晚之后，你将到了这里之后抵达宜昌，宜昌再往下走是什么呢？就是荆州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乘船而下看看这周围的故事。咱拍了半年了，咱从3月份开始拍到这快10月了，拍了半年了，咱终于从长江上游拍到长江中游了。这个山这爬都没法爬。大家都注意一下，现在我们的前方马上要进入的是三峡的第一段峡谷西宁峡了。所有在我们船头的甲板的游客现在提醒大家一下，因为刚才呢，我们游船上的广播也是这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这你从三峡大坝下边坐船再往下走，还能渡过长江三峡的最后一个峡西陵峡。然后再往前呢是南京关、葛洲坝，然后就到宜昌市了。那么从地理学上划分说这个过了南京关，基本上长江的上游就结束了。长江的上游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整个的山区偏多然后到了中游之后呢，突然之间就到了一片平原。过去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场，就是三国时期叫这个萧亭战场这当时是啥呀？当时就是关羽水淹七军，然后威震华夏，完了之后呢被吕蒙偷家，然后大意失荆州。那为啥说对于刘备来讲失了关羽和荆州那么重要呢？是因为宜昌再往下到了荆州之后，是唯一一个蜀汉可以往东去的出口。那占了荆州之后呢，刘备肯定非常难受所以当年就在萧亭在这儿刘备跟陆逊对决。沿岸这山峡上布满了兵营山寨，最后被一把火烧没。然后刘备呢就往上退到白帝城，完了之后托孤。这就是当年三国的故事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走在这儿，想想当年的故事，那啥呀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上学就学这2句诗，现在全用上了。当然了，现在我们在提起那段历史的时候除了看电视剧、看书之外还有一个游戏可以推荐给大家，就叫《三国望神州》。这个游戏你可以带入曹操和刘备2个完全不同的视角，以战棋策略类的游戏方式来体验整个游戏的进程，既能了解当年的历史知识，而且还能欣赏这个水墨风格的这种非常精美的游戏画面，而且你还能在这里面领略当年刘备和曹操2个完全不同视角的作为领导人的挥斥方遒。
三峡大坝往下游走38公里就到了葛洲坝水利枢纽。葛洲坝修建的时间比三峡要早，是长江干流上第一个大型水利水电工程。20世纪50年代，由于发现三峡大坝到宜昌间的航道距离落差较大，如果未来要修建三峡大坝，则必须有一个反调节枢纽来保证航运，这个枢纽就是未来的葛洲坝。20世纪70年代，为了给三峡大坝积累经验，我国决定先修建葛洲坝枢纽。由于前期经验不足，到了1972年，工程被周恩来总理叫停。周总理说，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，是要载入党史的。到了1974年10月，在完成全面设计和解决了关键性技术难题后，葛洲坝水利工程再次开工，并于1988年12月正式完工。过了葛洲坝，再往下就是荆州了。哎呀，哎，哦，这一大锅肉，这是啥呀，老板？牛油，这是牛油。牛油啊！给我来个啥？给我来个锅。来个锅，你们几个人吃？别碗是馍子米粉。我们是5个人吃。5个人可以呀。啊，5个人吃，然后这锅里面都是就是牛腩这些都加的是吧？对，您可以来个油气冲天的火锅。有牛排、牛筋、板筋、牛黄喉、牛杂和牛腩、牛身上的基本都有。行，来个牛气冲天啊！这主食吃啊？主食是米粉和面条。来个米粉。哎，面条我们这边是碱水面。那我到底该选哪个？一样来一碗呗。可以做1两的小份。啊，行，来，对，行好。然后那个早酒的来一个。早酒几个人喝酒？就我自己喝。自己喝那就来2两。行。这个是我们这边的特色哦，粉蒸黄牛肉。好的，谢谢。先做啊，马上来。行。这是一个公园。你们这也叫路口？就是那个老小区，老小区它可以直接穿过去。哦，那个是在金江亭啊。对，金江亭。那你为什么给我们推荐那个地方呢？因为就这个事儿对你们当地人来说印象很深吗？可能对于我来说不是很深，但是因为我住在这边嘛，就我们小时候就7、8岁啊，那个时候会在那个地方，就是乘凉周末啊，在那个地方那一块玩，就爬在那个碑上面然后爬上去爬下来，对，然后每年夏天都会有人在那个长江那块游泳，就是老师说不允许，就是放学了去游泳啊什么什么的，因为这一块很危险。然后现在也是围了那个栏杆，就是为了防止小孩，因为每年都有小孩那个的事故。谢谢。油饼，这不很贵。油饼。这是葱油饼。葱油饼。谢谢。就是那个大葱的葱。谢谢。无油，这一锅。这里面还有萝卜啊。没有萝卜，这个是黄金管、蹄筋、牛板筋、牛排。走眼了，看走眼了。好。牛身上的全牛。好了。8两酒。这一来呀，这早上起来，你看这一到荆州就碰见咱粉丝了，而且这一看就是看咱节目的。人家问啥？人家说你是这次来是来拍美食的吗？那意思是你是只拍美食吗？
我说不只拍美食，那还说啥呀？啊，得去那个金江亭看看啊。这一提我们荆州啊，那得聊一聊抗洪的事儿。啊，这个咱粉丝现在都知道啊。咱们来这儿之后，这吃饭故事，它不光有吃饭，还有故事啊。完了之后，你看这哦，谢谢哟。面露难色啊，2两酒，哟，这酒多少度？53度。53度。哎，好，这就是荆州的早餐。然后来荆州啊，这叫过早。啥叫过早啊？我这一看这架势啊，这又叫荆州 brunch 啊，这一锅牛肉锅啊，哟。咸，哎呦，这个味儿够足。这牛肉入口啊，它卤的味儿特别重，很咸。然后上片的牛肉辣的，但是牛肉本身很新鲜，有嚼劲儿，嚼着之后还不塞牙。然后呢，这个越嚼啊，它这个滋味越足。哦，这个味儿太正了。在这边早上起来就得喝早酒啊。哦，53度。哎，你看这边这个文化，它是如何形成的？就是当年马关条约签了之后，苏州、杭州、沙市，还有重庆，哎，开通这个沿江口岸。开通口岸之后啊，就有很多的这个货运码头，这早上起来，这个人来，哎，扛东西，背大包，等于是早上起来吃一顿，有的时候是通宵干活，干完活之后早上起来吃一顿，喝点酒，哎，休息。你看这种现象在重庆就也存在。还有一点是啥呢？还有就是三峡沿岸，哎，纤夫的这个工种，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。这个像原来我们在这个恩施是吧，也拍过拉纤，啊，这个纤夫的这个工作，所以他要求什么？他要求这个他们吃的菜要够咸，味儿够足，然后呢够辣，要下饭。但是麻你看在这儿就没大有了，所以重庆到了这儿，这口味上的变化是啥呀？它不麻了，我们的菜里不再有花椒刺客。但那话咋说来着？打死那卖盐的了。这个就是你吃了之后就得弄主食，不弄主食不合适啊。咱粉丝刚刚弄了葱油饼，你说这粉丝放下葱油饼之后就消失不见了，跟圣诞老人似的啊，走了。哦。你看我们山东的葱油饼啊，那是葱贴在饼上。到了荆州这葱油饼啊，哇，这个葱是真是当馅儿一样剁在里面。这荆州人好当真啊，没见过这样的，好像这是真葱油饼啊。这个葱油饼啊，边儿还是脆的。这个葱啊，它没有把它炸糊啊，这种还带着这个鲜香。完了之后，哎，泡着这个汤。咱刚才那个粉丝绝对会吃，吃过这个粉蒸肉。你看这边的往上就是格格嘛，对吧？然后到这边沿岸有个土家族，土家族呢粉蒸肉是拿这个玉米面肉弄到大格子里面，也是五花肉来蒸的。然后到这边就是牛肉了，因为这是回民嘛，啊，它是肉好，有那种油脂的那种丰腴。完了之后带着这个葱香，它这个粉跟这个肉的这个油脂是直接在你舌上滑过去的，这个好吃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来，主食跟你一样搞了一小份的，这个是凉面，碱水的凉拌面，冷的。哦，这个是我们荆州的米粉，都品尝一下。哎，在荆州这儿就有回民了。对，我们之前有一条回民街，但现在已经拆迁了。
之前回民都住在那一条街上。荆州这边回民是怎么来的呀？大部分都是从荷兰过来的，像我们家就是我老公，老公是在本地出生的，我老公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他们都是从荷兰那边逃难过来的。他们是4几年就过来了。明白了。而且我们这边回民大部分都是荷兰的，都是荷兰那边过来的。哎，咱这个荆州现在都是早上起来谁喝酒啊？现在是男女老少都有喝酒的。53度了就。对呀，我们这边人都喜欢喝高度酒，也有4几年的，像在我们这边喝了40年早酒的，每天很早天还没亮，2两，每天就2两，4几年80几岁的，每天2两走过来，喝了之后又走回去。就回家睡了呗。回家就睡觉啊，打一下麻将啊之类的。我们荆州这个城市实际上很舒服，很适合居住。有长江，又是鱼米之乡，然后生活节奏又很慢，吃喝住行样样都还不错，吃的又好吃，玩的又好玩。我们湖北菜的话，它不像四川的菜只麻，也不像湖南那边菜就是很辣很辣，我们这边就是综合了，因为它在这2个地方中间嘛，带一点麻，带一点辣，又很入味。在我们这里就是很多吃米粉面的，配个小锅仔吃一点肉的。周末的时候喝早酒特别多，有年轻的。你们这菜咸，那你们这菜比上游的菜要咸。对，比他们那边，我们这边重口味，口味重一点。对，能感受到但是没有上面的麻。带点麻，带点辣。带点吗？很麻，嘴巴。像吃了之后像蚂蚁爬一样的。好了，谢谢。没事。人家老板娘一句话就露出玄机来了有点麻，那是有点麻，同志们。后背开始冒汗，这是重庆。吃着，你嘴就失去知觉。来这边，到了荆州，你会发现这当地人明显外向，他会做生意。然后这个爱跟你沟通，这很明显了。就原来有个话叫天上9头鸟，地上虎背狼。就咱长江到了荆州这一趴之后，它这个马上就进入就是汉江平原，一马平川。所以当年这就是荆州就是蜀汉通向外界的一个重要的出口，那叫9省通衢，就四通八达了。所以说在当地的人的这个性格上，你会发现，你看我们在从荆州往上，我沿着长江上游往上的时候，大部分区域都是很闭塞的。那很闭塞之后形成了当地人的性格比如说豪爽嗓门大呀、忠义是这样的一些性格，很彪悍。但是你到了这儿之后，当地人的这种性格特点，那是啥呀？那就是非常的精明，非常的入世当地那就是做生意，自古荆州那就是一把好手。人文地理所带来的这个当地人的这种性格和人文的变化，你在这是可以感受到的。这个就是秘制的调料粉，这个是我们这里学员来了，这个粉子我都是卖的，我都是不告诉配方的。这是祖上传下来了。对，我们家里，我老公他们家爸妈爷爷奶都是回民，他们就是家之前就做早酒的，然后做一段时间他没做，然后他们做装修去了，又搞亏了，现在又重操旧业。那你这一天你自己处理这100-200斤肉？对啊，你看我这就50斤，那个50斤，然后那个一盆子还有30斤，一盆子那个是粉蒸牛肉。说了我肌肉都炒出来了，大锅真的。你哪一年的？我85年的。咱俩同龄。你也85年的？我84的。哎呀，你看着比我年轻呢。没有。真的，皮肤超级好。这2年荆州不发水了？没有，这2年还好。自从修了那个三峡大坝之后，
我们这边就还好了，就是只有一场98年的时候，那个洪水特别大。那时候啥样？啊？那时候啥样？啥样？到处都淹了呀。那我们这里从我们的铺子看上去就是大堤嘛。啊。这个是外堤，内堤全部淹了。OK。再把外堤一淹的话，荆州就没了。哦。那个时候特别恐慌。当时那一天是准备。把公安的一个闸口什么准备炸那个坝的，如果洪水再超过警戒线的话，就要准备炸坝的。但是我记得蛮清楚，我们那边很多邻居都一起，还把游泳圈套在身上。那时候我们在读书，就很怕那个晚上，说那个晚上如果洪水冲过来的话，那边就要炸坝。我们就很怕那个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套着游泳圈。对。那个时候小，就特别傻。后来说不炸的时候松口气了。对呀，就那一瞬间不炸了，那个水就退了，就慢慢就开始退了。我身后啊就是长江了。这是咱们长江吃饭故事来到荆州之后，第一次从荆州的视角来看长江。我们面朝的那个方向是南方，我左手边就是长江，过了三峡，过了宜昌之后顺流而下。为什么说荆州是首冲之地呢？是因为过了这个三峡之后啊，这个长江不再受两岸的山体的辖制，然后突然之间奔涌进了汉江平原。而荆州呢，是整个长江的这个主干道流经区域里面，流经城市面积最大的城市。但是从这儿再往南走，就那边是公安县啊，荆州的公安县，你从这儿再往那边走的时候，它就变得9曲18弯了，所以河道呢变得很窄。那这就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，就是啥呢？就是如果上游的水位这个一上涨，水流一丰沛，那哗堆到这儿来之后，下游那边就堵住了，所以荆州特别容易被淹。自古啊，荆州洪涝灾害特别多，从晋朝的时候开始啊，就沿岸就开始修起了这个河堤。到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从1952年之后前后啊，这个河堤被加固修了有3次。那现在呢，整个这个河堤是从上到这个枣林港，下到监利县，整个这一溜180多公里。同时呢，在明朝的时候啊，这边啊还修了一个塔，叫宝塔镇河窑嘛，就修了一个宝塔。但是你现在去看这个宝塔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宝塔的1层已经在地下了。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从宝塔的2、3层这地方来往外走的。那这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整个这个两岸的这个河道的这个堆高。那现在我站的这个地方呢，叫观音矶。观音矶这个地方其实是宋朝修的。为啥要在这儿修个观音矶呢？就是把前面突出这一块，然后让这个水势啊变缓，然后再慢慢的再往下流，能起到一个这个舒缓水势，再减少小的这种洪涝灾害的这么一个作用啊。然后啊，这边有一个地图，咱过来看一下，大家就能看得更明白了。到这儿来。你看，这是三峡大坝，葛洲坝，我们这个坐船下来宜昌之后，到支城的时候，就是从支城这个点一直到下面，成陵矶就是岳阳。我们当时拍《小城夜日记》去岳阳，在那个成陵矶吃这个铁板韭菜鸡蛋那个地方，就整个这一段又叫晋江啊。然后呢，你看地图也能看到，这个水过了这儿之后，奔涌下来，这边河道是宽的，但到了下面河道就窄了。然后这就是这个公安县啊。然后刚才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河边，就这个坝边上有一个界石，是当时写的是1998年的时候最高水位45.22米。那当时的时候就是水位到了这儿，然后千钧一发的时候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如果水位再上涨，那就要把公安那边的河堤炸开。当时堤下已经埋了炸药了，炸开之后呢，这样就是减缓这边的压力，来保住荆州市。当然，后来根据专家的研判，也是根据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的共同努力最后没有炸，所以保住了公安县。它有2个闸，是吧？叫荆江分洪，再来修的闸叫南闸、北闸，就把闸拉起来之后，水灌的南方，
要是开了的话，我们已经反背开了，已经把南边的这个居民呢全部移到北方来了，要牛啊羊啊都移过来了，全部人都赶完了，但是最后一下下去了，就别搞了。我那个时候在开车啊，开汽车，那个我们的这个解放军呐，那不得了啊，那真是有蚊子哦，有热，就是搭的帐篷睡的，好遭遇啊。有的就为了防洪啊，那个电杆就是电线的电杆子掉到河里去了，就吹走，倒到河里，那个战士啊下去啊，死了这么少。然后你再往下看，这长江，往下就到了成陵集，就是岳阳这地方。然后岳阳这儿呢，它有一个洞庭湖，这个洞庭湖呢，它能起到一个调节这个水量的一个作用。但是很尴尬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丰水期的时候，上游的水多，洞庭湖的水也会多，所以洞庭湖的水呢也会流到长江，然后上面呢也流下来，所以中间受夹板气的还是金江，所以这地方一直以来洪涝灾害就特别多。然后往这儿来看。现在啊，这个地方下面还修了这个绿色的一个拦网。那为啥要修绿色的拦网呢？是因为整个这个河段，因为有宝塔在嘛，有宝塔河段。这个河段有一个特别黑暗的名字，又叫宝塔幼儿园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第一，你看着啊是缓坡下去，但其实在水下之后它是垂直的，突然就掉下去了。而且这个水里边有好多的暗窝。所以呢，这地方就特别容易出事儿。每年都有很多小朋友啊在这儿溺水。所以呢，这2年呢开始立上了这个绿色的这个铁网。之前在荆州有个新闻，应该是2009年10月，当时长江大学10多个学生在岸边搭起人链救这个落水的儿童，最后死了3个人，也是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这就是可以看出来，就这边的这个水势其实是非常的复杂的。那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和地理位置下，那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荆州却是一个很安逸的这么一个城市。那过去呢，它是叫这个楚国的首都啊，这个荆楚文化的发源地。当地呢这个四通八达，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商贾云集，但是呢又是一个经常发生洪涝灾害的地方。但是到了现在会发现，这里的这个洪涝灾害的这个发生的概率极大的降低了。然后在这里生活的人呢，反而有一种慢节奏的安逸。你看这个荆州古城里面现在在搞这个叫荆楚四季春晚，这春晚现场边上还有这个三国望神州的这人物呢。其实啊，三国望神州这款游戏，这里面涉及到的所有的场景、人物，包括自然地理环境，都是参考实地古迹来建模的。而且你看这些人物的这个画风风格，也都是参照了中国水墨画的风格，它是非常符合咱们中国人审美的。这是诸葛亮啊，这是黄忠啊，你看这张飞，对。因为天天都有活动，但是明天有啥活动就不知道了。啊，今天是春晚。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还有28号、27号、28号都有活动。哦。在这儿生活是什么感觉？爽，啊，怎么个爽法？鱼米之乡嘛，物价便宜，在全国可以说，除了西藏我没有去，其他的我全部去了，感觉我们这儿哪儿都没有我们这儿好。因为我原来在武汉工作，后来我坚决要求到这儿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我们荆州沙市的女婿。
原来如此，为了爱情。那不是，你们就尽情的发挥吧。您是沙市人还是荆州人？我是沙市，以前叫荆州地区，沙市市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市，以后就是改革开放啊，慢慢的就把我们沙市就归口到那里了。那沙市以前是啥样啊？哪里啊？沙市的以前就是沙市啊。啊，他以前啥样？就是他早上吃肉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忘交代了。其实我吃肉的地方是荆州的沙市区。你别看这里是个区，过去这可是一个独立的市。沙市紧靠着长江，最早可追溯到唐朝，意为沙洲顶端的集市。沙市码头自古就是长江中游重要的物流集散地。马关条约之后，这里被迫开放通商，在殖民主义的刺激下，加速开启了近代化进程。1949年建国后，沙市因为突出的工商业地位，被破格定为地级市。1994年，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格局，沙市并入荆州。现在在荆州见到沙市的老人，他们说起这事儿，依然十分自豪。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沙市啊，比荆州搞得好。我们这里呢是产园区，所以英国人啊，他有一个洋码头，你知道吧？那个洋码头就是英国人修的。他为什么要在这修呢？他是想我们的棉花，把我们的棉花呀，这束压碎之后打包英国去。最后呢，就是我们这里就成了一个沙市棉织厂。我们原来有很多好产品啊，活力28你们知道吧？打得很响的，内衣厂是吧？柴油机厂，传单厂。原来沙市蛮有名的，在全国是工业城市的轻工业城市呢。沙市在80年代的话呢，是全国的轻纺工业城市啊，有名的。哎，老板，哎，呀，这快关门了吧？啊，快了。到几点啊？到了7点。到7点啊？来，今儿来个锅盔，你这都啥味儿是当地最受欢迎的？最受欢迎的呢，就是大蒜豆豉。啥？大蒜豆豉。来一个大蒜豆豉，再来一个绝味牛肉，怎么样？好。你这锅盔卖的3块啊，最便宜的3块。对。北京锅盔得8块10块了吧？你家这锅盔干多少年了？14年了。14年啊？220。14年没涨过价了。没涨过价。就这实在生意嘛。哦。我只要达到我的利润就可以了，最大利益都是给顾客的。你的目标利润率是多少？25%，30%嘛。25%到30%。就知足了。你3个，要不要酱料牛肉的？好。哟，你这锅盔这么大。对，都是做实在生意的。切一下。你要切吗？对。那为啥选这家锅盔呢？其实我们来踩点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同学啊，2人来踩点，当时就想着呢，你们要吃很多东西嘛，那就只买1个锅盔就行了。完了，这老板看他俩说：“你2人怎么就吃1个锅盔？”以为他没钱，说：“我给你俩打个大点的吧。”哎，把我们这踩点同学给感动了啊！我们这都是做实在生意的。
那你这房租这10多年也没涨价？房租啊，房租的还好。我们的房东的话呢，他那个疫情的话，他还给你降点价。哦。所以你看，其实这不光是老板一个人是好人，对，上下游大家都这样。对。所以说这湖北人会做生意啊。不是，我们把利润看得很淡的。利润放很淡啊。我们要的是量啊。你要的是量啊？对，量起来了就可以了。考口碑嘛，还是个考口碑。你现在一天能卖多少张？多的时候300-400个吧。400多。你就不考虑弄个什么预制啥的？不考虑这，没意思。哦，预制的不考虑。哎呀，看这样，哎呦，它这个锅盔啊，比我在北京见到市面上锅盔啊要厚。北京那个锅盔是圆的，很薄，薄一层。你看它这个非常悬，非常厚。这是老式锅盔，老面的。老面的，纯老面。老式锅盔它就是松软，它第二天吃它都是柔和的这个面。好吃啊！好吃吧？没有几家了，这种老式锅盔没几家了。它是叫大蒜豆豉，对，有那个蒜蓉辣酱的那个香味儿。又酥又脆。这个实在，这个不是豆豉的大蒜豆豉，这一个锅盔3块钱。这一个利润的话，也就是7-8毛钱嘛，就这个样子。利润7-8毛。啊，做了。哇，你哪里人啊？我是公安的嘛，老家公安的。哦，你公安的。公安的。哦，当年差点被淹的地方啊。他不是的，我们。被淹的地方是梦溪。哦。梦溪。不是，差点被放弃的那个县吗？就是98年差点炸口子被放弃。啊，对。98年那年的话，基本上那个人都迁出来了。啊，你迁到哪去了？全部迁到江北这边来的嘛，就是江宁这一片嘛，全部迁到这边来了。那给你提供住的地方？啊，可以都提供住的，吃的都提供。哦，那33万人大转移啊！大转移。如果不是江西决口的话，我们公安可能就破口了。哦，那个时候那个所谓的炸药都放上了嘛。对。两三公里长吧，都全部很长的。对。基本上。当时出来的时候心情是？没有过多的考虑，直接说走就走了吧。那个时候。这是牛肉的啊。牛肉的。我这里就是让每个顾客吃好，把最大利益给顾客，这就是我10几年来就这么做过来的。要酱吗？都要。哇，这一杯哦，哟，这牛肉是还挺足的。牛肉都实在的。实在的啊，给钱，来。哇，给你们吃吧，没事。没有，该给钱，来，好，快点，这会儿周围围了好多人，走，我们去吃麻辣烫。哦，这个是这样是吧？哦，就这样，这咋吃啊？这地儿？啊？今天没开业。哦，好的，那走吧，那换家麻辣烫，走。这个网友推荐啊，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咱网友啊叫九八脆，这个九八脆啊给我写了好多啊，微博上发了私信啊，这个推荐说麻辣烫，一个是这个，还有一个叫腰娃子，腰娃子就得坐车了，这个趁上车之前趁热，我先吃一口这个，这是刷的这个辣酱。这豆豉酱的牛肉锅盔7块钱，也是一大张。你看这牛肉馅还是挺足的，你看7块，这3块。其实理论上讲，这2个锅盔够我们4个人吃了。我为啥觉得有肉的好吃啊？
哎呀，饼猪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个软，这个软，啊，来金刀啊？对。啊，来，还有麻辣烫。这家麻辣烫还行，我喝了，还真便宜。是啊。对。哦，那就可以啊，我这排队。来，不用给你。来。我坐你这儿吧。哎。这玩意儿咋吃啊？那个对，自己调酱，然后那边有那个别的佐料，这个是辣椒。这个不是太辣，可以多放一点。我还是少放一点吧，好的。应该挺能吃辣的，我看你吃了那么多地方。并没有。然后这是啥？对，弄点蒜蓉，这些都要加吗？这个是花椒粉，这个是白糖，这个是鸡精，比较多。我又加点葱。醋要不要？你问我就要吧。不是你喜欢你就要，不喜欢你就不要。哦，你给我加汤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最起码这个辣度可以随自己啊。我觉得我还能再加点辣椒。好，那就这吧。然后我咋吃？对，可以看大家。有猪肝，有牛肉。来个牛肉吧，再来个小香肠，再来个熏肉，来个鱼糕。你说我给你推荐两个啊，你给我推。那个炸鱼皮，还有那个炸肉丸。炸鱼皮、炸肉丸。喜欢吃的。OK， 好。可以根据口感吃脆的或者软一点都可以。脆的。脆的就焯一下。对，鱼丸子。萝卜没有了。鱼丸子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哦，这是炸鱼，这是啥鱼的鱼皮啊？草鱼。哦。哦。原来这个没吃过，它这个料自己调的，像酸酸的、辣辣的。这个我加了很多蒜蓉，所以蒜味很重。它这么多料弄完了吧，没有任何的鱼腥味，挺棒的。那好，哦。哎，这个麻辣烫我没吃过。这是牛肉，来，好，谢谢。牛肉弄得很嫩。还有面。我刚刚点熏肉啊。再来点辣椒，这个好吃。来点，拿个小香肠，水的小香肠。小香肠好像也是我的，对。后面不能你要跟我慢慢吃，慢慢点，一个碗可能装不下的。哦，好了，慢慢来啊。加辣椒这个辣度可以啊。可以。有点辣了，感觉我刚才有点草率了。来，我给你换一点汤，它就不辣了。你辣的话就加点醋，或者是直接来瓶小汽水。给我来个小汽水吧。哎呀，我这汗，给我拿2瓶小汽水，我俩一人1瓶。谢谢。要个可乐吧。对。你要啥？我也要可乐吧。我要个蟹排。还有青菜，你吃不吃青菜？青菜一会儿吃，你要给我拿个毛肚啊。毛肚。我还想给你推荐那个米粉来着。我今儿早上吃那米粉。对。好不好吃？挺好吃的，配着牛肉锅吃的，还喝了早酒。对。我外公当时原来就挺喜欢喝早酒的，每天早上就几个人围在一起加个小锅子，然后喝点酒，挺有意思的。所以你家一直都是本地的，在这生活的啊？那在京州生活应该很惬意啊。节奏挺慢的。节奏很慢啊。你今年多大年纪？26。99年的。没想到人在这里碰到你。是吗？这不是说明我们上期更新你没有看？真没有。我上次看还是你们拍韩国那一期。冲量了。之前你们那个东瀛大保健还有美国那期那段时间冲量，现在没冲了，不好意思，回去不上。要不然可乐单独算吧。老板，这顿我请，这顿我请。
哎呀，啊，老板，你家还有啥好吃？芋头吃不？芋头还可以。芋头，啥芋头？要不要试一下？来试一下，再来个油豆皮。豆皮。对，豆，再来个豆腐泡，先来个豆腐泡吧。这个就是豆腐泡的。不，那个面筋。这个啊，这个是半圆。这你们叫啥？半圆。半圆。对，它和那个鱼皮其实是可以算是一起做出来的。哦，这个面筋不一样。它是鱼肉做的。啊，有点像鱼糕那感觉。哦。老板，我好的。有点，不是他这个算我这样就行了。不，算我。不用，我加你微信。你走吧啊。真的。虽然没充电吧，没关系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月经地址之一，回去给你补上好吧？都有。啊，别客气，千万别客气，开个玩笑。哎呦，开个玩笑。玩得开心。哎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啊，慢慢吃。拜。啊，这个圆圆，我觉得是我今天吃到最好吃的东西。这个是金枝的特产。是哈，它是2个球球切成了4瓣，它又叫半圆，滑滑的，带点甜味儿，鱼香味很重。然后呢，挨住口又是辣的，我觉得这很有竞争力。好，哎呀，这吃的已经后背都出汗了。再给我来个米粉吧。哎，这是油豆皮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米粉。哎，再来个米粉。这个莴笋尖是谁的？哦。我也要个莴笋尖。哎，有莴笋尖，有茼蒿。要茼蒿吧？茼蒿。好。好。米粉。米粉这就好了。啊，这个不能煮酒。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。好家伙，这不能随便点啊！茼蒿也好了啊，好的。有传统还是菠菜？哦。爽啊！小花，你在咽口水了。可以了。这个圆圆的是啥呀？芋头。哦，这就是芋头。对，要不要撒一下？那个白的和这个红的都是芋头。对，这个时间长一点，这个煮的时间长一点，这个。哦，白的煮的时间短一点。对。哦，这又是啥？土豆是吧？土豆。我以为是萝卜呢。萝卜是白色的。所以萝卜也有。对，就还有萝卜。还有萝卜。萝卜卖完了。你看，所以他家萝卜好吃啊。但是吃不到。来5次能吃1次吧？啊，来5次才能吃上1次。来2次了。不是，老板，你给我掏掏底，你家到底还有啥好吃？都好吃。哦，半圆牛血。对。我也来个牛血。好脆啊！这天子是你的，应该是吧？这也好吃。厚的海带好吃，有嚼劲一点。老板，我也要个厚海带。然后给我煮个鱿鱼。这边我熟了呀。它鱿鱼看着确实也不错，我迷茫，让我歇会儿，跟不上节奏了。啊，就作为一个外地人到这儿来吃啊，你不能随便下手啊，你要先观察和学习。犀牛是谁的？要不然的话容易走偏了。路线问题是个大问题啊！完了，小孩你沾光了，一会儿你们吃的时候，你全都知道啥好吃了。鱼皮是哪个的？你永远不知道老板会拿出什么来。还有莴笋尖是谁的？愁死我了！那个长长的是啥呀？豆棍。哦，叫豆棍。对。让我，完了，我尝了人家好多东西啊！我尝了好几个了。来，我给你尝一下。不是我刚才还有个芋头没尝呢，对吧？对吧？我要个芋头，先来个芋头。多大你也吃不了。我就不该吃这个米粉，我后悔了。后悔不后悔？
你说好吃我就给你拿。我看着我本来还以为是小香肠呢。哦。找上爆浆，他家豆棍比油豆皮好吃。其实我刚才就是看着那个豆棍，我觉得是油豆皮来着，我点了油豆皮，但是油豆皮它有这么几张，它豆棍是卷在一起的。那这东西它一卷，然后它味儿就不一样了。吃这个，我一开始我以为是某种肉肠，我在想要不然就是白腰，你知道啥叫白腰吗？对吧？这只有咱山东知道啥是白腰，是吧？你也不知道啥是白腰，对，我以为它是白腰，后来一看不是，这是芋头。你家这个芋头好吃啊！啊，这个芋头有点甜味。是，而且里面超糯，入口之后，外面就感觉有个层皮儿似的，因为它煮了之后，你一咬这皮儿就破开了，然后里面这个芋头瓤很丝滑的，感觉这个芋头就是出淤泥而不染似的，一点都不辣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我就觉得这芋头跟我一样。当年拍这个《迷失东京》的时候，都嚷嚷要拍龙泽罗拉，就我才不知道龙泽罗拉是谁。啊？为什么要吃锅盔？为什么要吃米粉？还有球白，球白又是啥呀？哦，吃不吃这个？啊？还吃不吃这个？我吃完这口，我再拿这评估啊，这碗里有点多。我吃的算多了吗？不算多啊。我确实饭量一般的。啊，这个围在这儿做，这感觉也非常不同，就有那么一点荆州版的深夜食堂的意思。不来不知道荆州是这样的，哎，真的就还是得沿着这个长江，我们实地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才知道哦，原来这边是这样。那有的时候你老看网上，老看这些信息，咱没有直观的感受，来了之后才明白。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现在拍的这些节目啊，然后包括我们拍的《人间喜剧》系列。我真的觉得这样很有必要来这样去讲故事。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谁在讲故事和谁的立场、谁的话语权的问题。你看，不光是，老板，这个是啥呀？香菇丸子。香菇丸子。不是这个手工做的。这个是纯手工做的。要不要闪一下？来，我给你闪一个。来一串。来一串就来一串。然后它不光是香菇丸子。香菇做了。香菇做了，不是，哎呦，说岔了，什么不光是香菇丸子？我说不光是关于三峡的故事，还有像我们今天说的，像这个三国的故事、三国的游戏，我们自己不做，那《三国志》这个 IP 那就是日本人，那我们现在做自己的故事，讲自己的 IP， 做自己的游戏。那当然，这也是这几年我们中国市场开始努力去做的事情。我只是走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会觉得。愈发的感受到这样去做会更有意义了。我们吃了多少串？感觉也没吃多少呢。串是没有多少，你就是分都不一样。哦，我们吃的算多了吗？不算多。哦。172。哦，172串。这里面小花也吃了啊，张梦洁也吃了。怼也吃了，秋阳也吃了，这5个人吃了172串，我顶多吃了20串。没有，你能占一半。你的那个买单了？啊？你的那个买单了？那个先给你坐一起的那个给你买单了。啊？他给我买单了？嗯。哦，我那是多少串？你的85。啥？啥？你吃了85。我吃了85。对。还是你吃的少。你也能顶半边天。哦，刚才那个粉丝真的把账给我结了，这太不好意思了。他怎么结的？我不是他咋结的？他微信给我转的。他微信给你转，他加你微信了。哦，明白了，本地人啊，懂了。但这太不好意思了，太不好意思了。哎，还不如充个电呢，是吧？85再加点钱够包年的了，你这整的这太不好意思了，啊！还不知道人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对，哎呀，他不好意思。老板呢？老板啊，你是老板啊？我不是老板。
找个打工的。我和老公是一起的，我老公是厨师。那为啥你是打工的呢？我是打工的，他是老板的。那不是说都是老板娘那啥吗？我就是一个打工的。好的。那10多年前荆州吃麻辣烫吗？还是说就这2年兴起的？02年、03年，我们是02年下来的，那时候都有。02年下来的啊，就是说从巫山那边往这走就要下来。那为什么你们家的麻辣烫特别受欢迎啊？就是你觉得跟本地的这其他家比，你们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麻辣烫嘛。也是麻辣烫啊。那就看你自己舍不舍得，有的是都对的啊，像我们都是用大骨头和鸡加工的。哦，就是你舍得呗。反正做生意嘛，就是做良心。哦，我们今儿还真是老听见这句话了。我问了在这边上班的，还有问了在这边卖其他的，比如卖锅盔的这些的，就是都差不多，都跟你们说的差不多，就是舍得，有舍才有得嘛。南农，南农，下来。没事，他就是喊了你一下，没事。所以你们俩你是厨子，都是你来把关。都是他把关，我只卖。他说他就是打工的。他打工的，我也是打工的。哦，要这么说就懂了。我们的老板这还在上学。老板还在上学。老板上啥学了？大学。上大学。那正是老板用钱的时候。我们也是打工的。走吧。这个充电器我忘记了啊。哎呦，没事了，一会儿收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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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拜拜。收摊。76年，光辉岁月。我们的吃饭故事随着长江一路奔腾，水势与地势的变化，在两岸也滋养出了不同的人文。9省通衢的智慧里颇有道家风范，上善若水，夫为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天上9头鸟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您这个参与修建了7个水坝，您印象最深的事儿是什么呀？最自嗨感动我自己的事，就是说我在一个工地上，就说是也算是救过人啊。单位上为了鼓励我，给我发了个2000块钱啊。那么我做了重大的贡献，但是我没有向上级汇报。那你为什么没有上报呢？我上报了就挣工噻，那也是挣工头了。我从来不，我在单位上从来不跟领导说，哎呀，你给我加点钱呐，我从来没谈过一次。搞了几十年，到现在没谈过。就是说我为了自保，我是从来不谈钱。所以你这是说这个荆楚人这个精明啊，你这也是种精明啊。谈不上精明，就说是为了生活稳定。您这个虽有道家风范啊，谈不上。这个确实是有道家风范啊。没有。反正结果是好的。就是我一辈子不争不抢，但是结果是好，光荣退休，对不对？是吧？那是可以。当然，不争不是不为，而是心有底线，最大限度地谋求共赢。在今天的环境下来看，这样的智慧，不得不说，有些国家的领导还真不如卖麻辣烫的。未来的世界一定需要我们来贡献智慧。另外，这几天体验下来，我发现《三国望神州》这款游戏用独属于中国的特色来讲述三国故事，而且它也打破了日游对于三国题材内容的刻画框架，塑造出了更符合国人心目中的三国角色形象，是非常体现传统文化传承精神的一次尝试。《三国望神州》已经公测上线了，喜欢三国或者也想要了解三国故事的小伙伴可以下载体验。
次呢，我们终于等来了《迷失东京》的 reaction。我在北京看什么东西？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不行了，抓着那个人头，把我的手指也断掉了之后，才能一起去医院。その十数人に囲まれて4時間すき家牛丼屋で説教です。啊？那你就是当时就像这盘水果一样的，你是中间这个人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普通的那个品牌大米的话，200人民币到300人民币左右，5公斤。投入品牌的400人民币左右。哎，你们在中国吃过的印象最深的中国菜是什么？この前行ったところです。山下さん。哦，小县小吃。そうです。啊，沙县小吃。沙县小吃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吃完这碗面就是晚上的故事。那晚上越来越饿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他有自己的比较特殊的性病。同級生に女優はいます。等，认识他吗？我不看。真ん中に女性がいて、周り全部マジック。就是当画面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心情是很悲伤的。聞いた話だと、ホストにハマって、まさにちょっと僕貢ぎたいから。不是，那你是怎么知道你同学？どうやってこれを知って